咱们来说说哈，穷养长大和富养长大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呢？98年的姑娘哈，跟92年的男孩呢相亲见面，彼此呢都很有眼缘哈，双方的家庭呢也是门当户对的。小姑娘呢从小就在富窝里长大的，没有受过什么苦，也没有缺过钱花。父母呢在她20多年的成长生涯当中啊，一直就是她坚强的后盾，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想要什么呢都能得到。父母的爱是博大的，同时也是可怕的。这个姑娘啊，大学毕业之后啊，工作收入太低了啊，每个月的开支啊还得父母给她补贴，她的生活质量呢一分一毫也没有降低，反而呢是提高了很多。虽然她也感受到了挣钱的不易，但是她的包包、鞋子、衣服、首饰、化妆品没有一样是她几千块钱的工资能买得起的。可是就是这样的她哈，连一顿饭都不会做啊，家务事呢更指望不上了。而这个男孩呢家境也很好，父母的公司几十年来一直就非常稳定啊，非常的平顺。因为他是未来的继承人，所以呢父母从小对他就是比较严厉的。上大学的时候呢，他每个月的零花钱啊就得靠自己去挣。他对于享受生活这件事情呢非常的理性，在他的认知里啊，钱一定要花在该花的地方的，一些毫无意义的花销在他看来都是浪费。他非常的明白金钱的意义啊和价值。大三的那一年啊，他就已经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了，没有靠家里啊。于是呢，毕业后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始了创业生涯，一路绿灯通行哈，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的。这个孩子真的是哈，传承了他父母的良好基因。就这么着哈，这两人呢相亲认识之后，约会第一次就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两个人选餐厅，女孩选了个人均消费1000以上的，男孩呢不太乐意哈。但还是硬着头皮呢，请这姑娘吃了一顿。姑娘说，这就是她平时跟任何一个朋友吃饭的标准和消费，并不算很高。餐桌上啊，这个姑娘一直在聊各种奢侈品啊，真的是什么国际一线品牌呀，她反正聊起来头头是道哈，如数家珍。可见人家是非常有研究的呀。他还说自己哈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什么GUCCI的包包了，背着这种包出门，他觉得像拿了个垃圾袋啊。这时候男孩就在想，那我幸好没有买那个，因为啊他正打算要给这姑娘买个GUCCI的包包了。后来呢，不就到圣诞节了吗？男孩呢就约姑娘出来转转哈，他提前呢到商场买了个几千块钱的包哈，一个 Burberry 的啊，准备给她送给姑娘啊。可是呢，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姑娘来了之后啊，看到这个包脸色就不太好看了啊，一晚上都不怎么说话啊。这次约会之后啊，男孩就说，花5000块钱买个包还嫌我哈买的太便宜了，我们才认识不到1周啊，我再有钱也不可能花到一个刚认识还没有什么关系的女人身上的吧。她要真是我的女朋友，我的老婆啊，那我觉得花的值啊。但是她是谁呀？咱们来看看啊，富养的姑娘哈，长大之后啊，什么都拿钱来衡量，以父母爱她的方式来衡量男人啊。而穷养长大的男孩呢，对于钱呢，他有他的认知，所以他们在消费观这一点上啊，就已经很难互相理解了，还怎么在一起生活呀？更何况哈，这个姑娘啊，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她能撑得起一个家吗？就拿男生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啊，她的最大优点就是知道怎么花钱啊，怎么挥霍，还有别的吗？啊，大家说说，这样的女生能娶吗？你认为最毒的一句毒鸡汤是什么呢？今天呀，我也真是受教了哈。一个25、6岁的小姑娘跟我说，她2023年啊，连续谈了2任男朋友，都是2、3个月就被人家分手了。关键的是啊，她还是个大美女，哎，那真的是啊，长得非常的漂亮。我就有点纳闷了，怎么这么漂亮的姑娘还会被男生分手呢？啊，不都是她看不起人家才对吗？结果呀，我一了解实际情况才明白哈。原来这个姑娘是因为她一直遵循毒鸡汤的原则来谈恋爱的。她说，如果一个男人不能给我钱，又不能给我宠爱，还不想给我婚姻，也不能给我情绪价值，那还叫男朋友吗？啊，你们看看啊，她说的这一句句的哈，又不能给我这个，又不能给我那个哈，她这从头到尾都是在要别人给她，就是你不能给我什么东西，我怎么能卖给你呢？哎，这个就是啊他的一个原则。这个真的是啊太毒鸡汤了，对吧？原来呢，她这2任男朋友都是富二代，家里呢都非常有钱，花钱也是挺大方的。她基本上开口要什么呀，对方啊就能满足她的要求。可是这个姑娘呢，
就没了底线了。今天啊要个香奈儿啊，明天呢要个金手镯，这些都还好哈。关键的是啊，他不但隔三差五的就要这要那，各种啊让男生给他花钱不说，他还狮子大开口，让男生给他买劳斯莱斯啊，还说到结婚要买个大 house 给他，至少啊5000万以上的房子。你们知道吗？就他这么个要法，能不让男人觉得他是个要饭的吗？成天的要，哎，买，他不就是把人家当了个提款机在使用吗？这一点才是让男人啊最反感、最不能接受、最下头的事情。其实呢，男生在有诚意跟你交往的时候，也是愿意表真心的，可以给你买一些喜欢的东西的。可是你这才认识几天呀？就算你要考验一下男生对你的重视程度，也不是这么个考验法吧？所以这个姑娘就你这个要法，让人家开始反感了，对不对？本来想娶回家做媳妇儿的，结果呢，直接变成了短择对象。她在跟男生相处的方式上也是很自我的，反正我就是漂亮，哎，你就得宠着我啊，不能跟我吵架，必须顺着我，我才能爱你。就算是我错了，你也不能说我啊，人家还是个宝宝嘛，啊，还有一颗玻璃心之类的，你就得来哄。最后呢，谁还想娶个这样的回去养着呀？提供了钱不说，还得受你的气，看你的脸色，天天供个祖宗在家里。你就说说人家男生对你这样的姑娘到底会怎么想呢？我有钱，我又帅，哎，我有料，一大群的漂亮姑娘等着嫁给我，我干嘛非得找你呀？啊，找你这种是干啥用的呢？就你那从头到尾啊都是在伸手要的那个劲儿啊，就跟个乞丐似的啊，没见过钱是吧？是不是毒鸡汤喝太多了？就男人在那一瞬间啊，他迅速下头了啊，他就会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提款机、印钞机之类的物件了，是你自己把交易赤裸裸的放在了台面上，对吗？所以女生不要一边在喊着我们是独立女性啊，一边又一味的让男人在金钱上付出啊。谈个恋爱，有的女生连一瓶矿泉水都不会买的，你们觉得这就是爱吗？如果你想拿着自己的什么东西啊去作为一个交易的标的物啊跟别人去交换的话，那就不要玷污爱这个字儿了啊，提都不要提，好吗？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男比女多3000万，但是女比男多3个亿，所以找对象你觉得你的要求条件越多就越精准吗？你为什么剩下了啊？不就是因为你太精准了吗？啊，还不切实际。那天呢，有个94年的姑娘给我列出了10几条择偶要求来。她说自己现在的时间非常的紧迫呀，2024年过了生日就30岁了啊，年龄是越来越大了，耗不起了，不能再漫无目标的摸索了，必须得稳准狠。她觉得自己这个要求已经是一降再降了啊，这样的条件已经到底线了。如果这样她都还找不到的话，她就放弃不找了。她提出的条件是什么呢？大家来看看88年以内，175以上的身高，本科学历，有北京户口，有房有车，收入30万以上的，父母健在，有退休金，没有家族遗传病史，不接受单亲家庭，也不接受姊妹兄弟，只能是独生子。有几个属相是坚决不接受的不找的，不喜欢胖的、秃顶的，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店，人品正直、幽默、有责任心、有担当等等等等一共20来条，我就不一一叙述了等他说完了，我就问了他，你觉得这样的条件的人多吗？他说现在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000多万，难道我还找不出来一个？而且我自己也是本科生，收入也有20多万，在北京也有房子所以呢，除了性格方面没有办法去量化之外，其他的情况应该已经不算是要求高了吧。于是呢，我就跟他说你其实并没有做过调查研究，这些数据我今天给你分析一下，你的想法非常不切合实际。首先就说你这10几20条要求，每多增加1条你就怕死了一大批人。就别说你提了这么多，就算是前边那几条基本项加到一起，就已经没有多少人可选了，你知不知道呢？再者说了，这3000万单身男人又不是全部都在北京，而且在北京呢也得刨除你不找的年龄段吧又少了很多人，是吧？而且在中国20到29岁的男性平均身高是1.72米，也就是说呢，一个男生如果他的身高能达到1.72米，他也就已经超过了一半的人了。还有本科毕业
现在目前中国受过本科以上教育的人啊，合计不超过40%。如果以20岁到30岁之间的男性为样本，4个男人里面才有1个受过本科学历以上的教育。也就是说呢，只要他读了本科，他就超过了60%多的男性同胞。还有呢，收入这一块啊，现在在北京啊，年平均收入呢是12万左右。那么一个年收入30万的人就已经超过了2/3的人了，而且还要求有北京户口。北京本地人有北京户口，但是呢，他们大多数呢想找北京本地女孩，外地来北京有户口的男生呢数量也很少哈，就是那么一拨人。所以你觉得你的条件到底是降低了呢，还是提高了呢？所以中国的剩女问题啊，比男性问题要严重的多得多哈。大量的女性是嫁不出去的了啊，剩男一般都是因为财力不足，而剩女呢，大多数都是因为他们的认知问题。大家说对不对呢？我真的发现现在到年底了，最着急的一波人就是94年的女生，已经都不下1、2个了这样94年的女生来跟我说了，因为再过一个生日就30岁了，她们真的非常着急。她们过来跟我说什么呢？一定要在春节前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明年一定要把这个婚给结了，最好过年的时候能带个男朋友回家。他们说就算不用太喜欢，差不多就可以就哪怕我可以先结婚婚后我再谈恋爱都行，就是先上车再买票都可以条件方面完全可以放低，彩礼这一类的有个形式就行了，实在不行彩礼也可以不要了，房子呢实在不行可以一起买一起还贷款都成有一个女生说的太过了她跟我说现在只要能找一个普通的人先把这个婚给结了以后过不到一起再离婚都行。我就是不想让我的爸妈天天催我，亲戚朋友还各种议论我，他们有些人真的是急得要死所以我就想问一句为什么要拖到现在呢？为什么之前挑剔不切实际呢？为什么不珍惜之前的机会呢？为什么对婚姻既渴望又草率呢？为什么都能想出来嫁个普通人先堵住父母亲戚的嘴之后呢再离婚都行我就想说一句你不把自己的人生当回事也就算了，你不要把别人的人生也祸害了呀。大家说对吗？一听说男士的收入50万这个女士头也不回的就走了那天呢来了个89年的女生，做金融的，自己年收入呢能到100万，的确是挺优秀的那就是年龄稍微大了一点嘛，但是她还是表现的不太自信那我就给她打气呗我也希望她能顺利的找到另一半。我就跟她说咱们年龄稍微大一点没有关系咱们可以呢挑选那种有点短板的，而长板比较符合咱们的男士。她说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自己别的都可以不在乎个子矮一点可以，长相不帅也行，学历差点都能接受，但是唯一的要求就是对方一定要挣得比自己多。于是呢我就给他找了一位也是在金融行业工作的男士他们约周末在一个咖啡厅见面，都是做金融的嘛，一开始呢也都聊得挺投缘的气氛呢也很好，你一句我一句的说说笑笑的。可是呢到了下半场这位女生就问男士现在年薪多少，男士呢就跟他说了一下实际情况就之前的单位呢他一年基本上呢能挣到70、80个左右但是最近因为换了一个工作，基本工资呢大概也就50个左右，确实没有女生目前挣得多。可是这个话题却让双方的聊天变得尴尬起来了，有点没有话说了没有过几分钟这个女生呢就找了一个借口说自己一会儿还有点事情，就起身离开了。后来呢她给我反馈的时候就明显有些嫌弃的表述说就觉得这个男士之前挣的还比较多，但是50万他接受不了的，还不到他的一半，这个人没有办法继续接触的没有这个必要。他觉得短时间内这位男士确实没有办法达到他的预期，就是说这位女士她对于男方的收入水平呢要求呢可能还是坚持要那么高的。所以后来我又给她找了一位自己在创业的男士大概呢就比他大3岁，两个人呢也是约在周末见了面。这位男士做生意的真的确实比他多。这一次呢跟这位男士聊天，他就比较直截了当直接就问男士父母是做什么的。男士说家里也有个企业，那是父母自己一直在这个经营的。于是呢他就自作聪明的说了一句那你还是挺幸运的呀，事业方面毕竟还有父母能帮衬一下。结果这时候男士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了。
他说，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些小生意啊，挣到了第一桶金。自己这个公司呢，没跟父母要过1分钱，我并没有依靠他们来帮衬我。这个时候他居然没有察觉到男士的不高兴还继续的问，那你们家里的契爷是做什么生意的呢？男士说家里是做钢材的，自己做的是机械类的。总之呢，女士聊得越来越兴起对男士呢非常感兴趣，表示这个才是自己想要的另一半，一看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那种嘛他还挺满意的。这位男士呢还挺符合他要求，可是事与愿违女士虽然很满意，但是男士这边的想法呢却截然相反。男士说觉得女士的颜值和年龄都不太符合自己的预期，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他说如果一个女生对物质要求很高的话，那么她的颜值年龄方面就应该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她要求对方的经济条件好，那对方也可以要求她年轻貌美吧。所以看来这位女士她的这个婚姻注定还是遥遥无期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的？33岁以上的女生你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同样是年薪100万的男生和女生区别怎么就这么大。一个33岁左右年薪100万的男生在相亲市场他就是个香饽饽，他可以选择很年轻漂亮的女生，关键的是这些年轻漂亮的女生呢也都愿意嫁给他。而一个33岁以上年薪100万的女生，你却无人问津，因为你跟那些年轻漂亮的女生择偶要求是一样的，所以呢你竞争不过他们，人家就是比你的胶原蛋白多，腰就是比你细，腿就是比你长，娃就是比你好生。你别说男人肤浅那些条件差的男人就不肤浅，你嫁吗？你说你也能吸引弟弟找个小的，那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别犯傻。你别忘了弟弟也是个男人所以在他的骨子里呢也是肤浅的。之所以现阶段他能接纳你，那是因为他可能需要你的钱。而那些年薪100万的男生不会选择你，是因为你的钱他又花不到所以你的钱跟他1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这个就是为什么相亲市场里年薪100万的男性很受欢迎，而年薪100万的女性呢却无人问津的原因。你们说对不对？最近呢我遇到一个26岁的姑娘她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选择，大家来看看她应该怎么选更好一点呢？现在呢她是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以后呢也打算呢留在北京生活。她是家里的独生女这女孩身材特别的好高个儿大长腿父母呢都是在老家体制内工作的，算是那种小康家庭的女孩，小家碧玉的长得呢挺可爱的。现在呢她是遇到了2个男生，一个呢是她大学的同学人长得很帅目前在一家央企上班，工作呢还算很稳定的，家里在北京也可以买个房，但是只能交首付，后续可能会面临要一起还房贷。那这个男生呢他自己来讲的话是比较喜欢的类型，男生对自己的事业还是蛮有规划的这个人是很聪明的，现在也在往自己设定的目标上努力，上进心还是很 OK 的，因为共同经历比较多嘛，所以说他们俩是比较聊得来的，很多共同语言。但是就是在经济上呢可能稍微的差了一点点。那另外的一个呢是北京本地的男生，家境呢很好家里有多套房产，父母呢都是在做生意的，这个男生对他呢也非常的好，在工作学习这些方面对他有很多的鼓励和帮助。但是这个男生从外形来讲呢就不太是他自己很喜欢的那种类型，但是在经济方面呢这个男生又比第一个男生要好很多很多，所以以后不会在经济方面有压力。他现在纠结的原因就是如果跟第一位结婚，可能后来会面临一些经济上的问题，他也不太希望未来会因为这些问题造成生活上的矛盾吵架离婚什么什么的。那选择第二个呢那可能在经济问题上呢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自己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他那他现在很纠结嘛，如果选了第一个呢又怕未来他如果经济条件一直都不好不起来，那自己会不会后悔当初选了他放弃了第二个男生呢？但那如果说选择了第二个男生呢，又怕自己没有那么爱他，结婚之后万一过不长久又怎么办呢？现在经济方面好像成了一个核心问题了。选择了第一个怕将来没钱过不好，选择了第二个呢怕将来有钱没爱过不长久。万一第一个后来变得有钱了，自己又会不会后悔？所以呢她嫁给第二个可以理解为嫁给了物质，嫁给第一个呢可以理解为嫁给了爱情。那大家觉得她到底应该怎么选更好一点呢？
我奉劝现在有些姑娘哈，千万不要再妄想着可以依靠婚姻去跨越阶层了，会非常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那种创一代也好，富二代也好，他们身边根本就不缺乏肤白貌美大长腿的美女，同学朋友夜店 KTV 还有一些边缘行业里面有的是大美女。只要是你是个普普通通家庭出身的女孩，如果再加上学历还一般般，经济上也不怎么独立的话，就算你长得再美丽，也最多成为一个被短择的对象。更何况啊，你如果还整过容啊，那就更别想这事儿了啊。他们这些人啊，见过太多了，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绝对不会拿自己后代的基因去开玩笑的啊。有的富二代在择偶的时候啊，根本由不得他自己，不管他有多喜欢你，最后还得跟父母过那一关。所以这些条件很好的男生，他们在找女朋友和结婚对象的时候标准根本不一样。找女朋友的时候，他们只需要你年轻漂亮就行了，但是如果他们要找老婆，那就不仅仅是看年轻漂亮了，还会有很多附加的要求，比如学历啦、家境啦、工作环境啦等等都要看，最好是门当户对的姑娘。所以现在有些女孩想通过自己的颜值跨越阶层，找个富豪或者是有钱人的男孩嫁了，真的很难很难。所以一个条件一般但是长相漂亮的姑娘一定要现实一点，找对象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参考某位前男友去找。你懂我说的意思吗？啊，你可能对你的感情经历会有些误会，明白吗？我有车有房能赚钱，我还要男人干什么呢？但凡说这话的人哈，我一听你说这话我就知道啊，你的认知实在是太肤浅了。照你们的这个说法啊，这个意思就是啊，你要找个男人要个婚姻，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啊，没房没车没钱，所以呢你才要一个男人来供养你，是吗？你要老公是因为你吃不起饭了吗？住不起房开不起车啊，所以你才要个老公吗？我告诉你啊，真正硬气的女人呐，根本不会像你们这样说，他们会说，我有车有房有钱，我什么都不缺，我也要男人，我也要婚姻。我们要男人要老公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差呀啊！我不会因为他有钱而嫁给他，我也不会因为他有房有车而嫁给他。我告诉你啊，我比他还有钱，我开的车比他还好，我住的房比他还大，我只是因为我爱他而嫁给他。如果有一天他没钱了没事业了，我会硬气的说，没事的老公，钱没有了咱可以再挣，你没有了我还有。我能硬气的跟他站在一起捍卫我们的婚姻和爱情，而不是为了几斗米而折腰，我去选择一个男人，选择一个婚姻，对吗？大家说呢？有多少女生都认为哈，找个有钱的老公啊就万事大吉了，只可惜他们都不是精算师哈，没有办法算到未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女粉丝的真实故事。她20多岁的时候呢，因为长得很美，再加上名校的加持啊，她顺顺利利的在众多追求者当中啊，筛选出来了未来的老公。比她大10几岁的老公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成熟稳重，做人做事都非常到位的，情商也很高。谈了1年的恋爱之后呢，他们就顺利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哈。进入婚姻之后呢，她就理所当然的辞掉了体制内的工作，做起了富太太啊。老公呢很宠爱她，她花钱呢也基本不受限制的，每天什么事儿她都不用干，这事儿交给保姆了。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约闺蜜啊逛逛逛买买买哈。老公在商场里拼杀的你死我活的时候啊，她在周游世界，坐享着男人的成果。就这样的生活过了2年之后啊，老公呢就跟她商量哈，生孩子的事儿。结果呢她拒绝了，她说呀，能不能再等一等啊，过几年再说。日子呢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哈。3年之后啊，她老公的公司面临了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几乎要停产的状态。而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她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类事情，所以呢听到这样的消息呢，她真的天都要塌下来了。她的娘家呀是很普通的家庭哈，没钱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哈，这个时候啊什么忙都帮不上。她老公一个人想尽了一切的办法，经过了1年多的艰辛运作，终于呢又让公司起死回生了。这个时候啊，她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哈又被激活了，之前的经历呢完全没有对她有任何的教训和影响。所以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她老公跟她提出了离婚了。理由呢说的特别的难听，她说啊，这几年算是看清了她的真实面目了。
说他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寄生虫，除了花钱什么用都没有，连生个孩子呀也不想生，怕自己身材走样了怕自己变老了只会为自己考虑。这不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养只猪呢还能生下个崽呢不想给他生孩子，还天天享受着他辛苦赚来的钱，凭什么？家里的钱不懂得计划理财，只知道恣意挥霍，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帮不上任何的忙也就算了，整天的为了一个包，为了一块表跟自己吵个不停。所以他就这么被嫌弃了，被离婚了。在这段婚姻当中他不但没有得到个人的成长还把自己养成了一个废物太可惜了。你说一个名校毕业的高材生不能好好的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和收入吗？不能把自己的学来的东西为社会贡献一份价值吗？听说她老公后来又结婚了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结婚1年多人家就生了一对双胞胎，真的是乐坏了。而她呢，现在还在相亲想找一个跟前夫那样的男人，那可就太难了，对吗？最近有一位男生居然跟我说现在最省钱的方式就是不追女生，不谈恋爱，甚至不结婚不生子。他说自己今年31岁了也有个20多万的存款，这都是3年来不谈恋爱省下来的。以前他每相一次亲都挺大方的，吃饭看电影买礼物从不吝啬，约一次会呢花上千的钱还是很平常的事儿。谈3个月花好几万，后来他发现姑娘们花他的钱花的挺理所当然的，人家1分钱都不掏，这恋爱呢谈的是不温不火的最后呢还不一定能谈得成，花了钱了人还没追到竹篮打水一场空何必呢？所以说呢，没钱就别谈恋爱，谈不起。就我那3瓜2枣的根本不够人家造的。有一回呢，他认识了一个还在上大学的小姑娘，本以为这个姑娘年龄小，也没有什么经历没经历过什么事儿，估计呢挺单纯的，也不物质。结果接触没有多久这姑娘就开始问他要钱了还让他请吃大餐买名牌的衣服包包不给他花点钱人家就说他没诚意不给他买东西呢就说他想白嫖，每次见面都要买东西这谁扛得住他说现在追一个女生见一次面最少都得花500-600吧，那见好几次不得花好几千吗？各种节日生日还要让我给他们买礼物送红包，如果这个钱他花了，对方能给他个积极主动的反馈，那这钱花的也值了，最起码还能看到点希望嘛。主要的是他追一个矜持，追一个慢热，追一个不合适，这不就等于在告诉他还要继续往里边砸钱吗？但是还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戏，对吧？所以他说现在他不想当这个大冤种了爱谁谁。男生女生们怎么看这件事的呢？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有些现实的事情是很扎心的，在北上广深为什么那么多的单身姑娘她们自身都不错但是就是找不到男朋友，很难维护一段长久的恋爱关系。她们自己也不想这样，但是呢又无能为力28岁的茵茵在北京的一家3甲医院工作，长相很甜美，身材气质都很佳，高知家庭的背景按说呢她这样的综合条件已经不错了。其实生活中追求她的人也不少，也不乏一些条件很优越的男士。但是她说从工作到现在已经2-3年了，谈了很多段，都很短暂没有一段是维持了半年以上的。她就很纳闷嘛，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其实主要是她们这些姑娘不太了解在1线城市里，她们这样的女孩最容易遇到3类男人。第一类呢就是好大叔。好大叔呢是有钱也愿意给你花钱，然后呢也很喜欢你，对你也很好。但是如果你想长期持有好大叔就有点难了，因为好大叔的缺点就是花心见多识广你很难拿捏他的因为喜欢好大叔的女人也是大把大把的人你很难成为他的唯一那第2类呢就是精致精英男，他们家境好，学历好，圈子也很好，房车都有，收入也很高。他们可能呢就比较小资生活呢很讲究品质，常常会带你去一些高档消费场所他会很温柔情商也很高，很懂女人心，说你爱听的，花钱也比较大方，那么你的恋爱体验是相当浪漫的。但是呢他们却有个特点，就是一起吃喝玩乐他是可以花费的，但是呢不太会愿意单独为你去花钱，特别是大笔的，比如说给你买个爱马仕包包
啊，香奈儿啥的啊，就不太可能了。你会体会到哈，他很算计的。你一旦离开了他，你就发现你其实啥也没有，除非你深得他心哈，可能会是个例外。但是这样的男人啊，他见过的女人也不少啊，他的选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所以呢也很难搞。第三类呢就是事业男，这一类人呢以事业为中心，他的事业心很强，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成功。那么他们呢相对来讲就非常现实。如果他是刚开始创业的人，那么他一定啊想找一个合伙人，要么你的家境不错，可以给到他财务上的支持，要么你的人脉很好，可以给到他渠道上的帮助，要么你就是自身能力很强啊，不然你最终一定还是被短择的关系。那种事业已成的，他很快就转化成第一种了啊，好大叔。所以你们觉得自己容不容易破圈呢？你为什么一直都是单身嘛？啊，都说哈，男的大龄单身一般都是因为他穷，而女人呢大龄单身啊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你们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有一个87年的女生哈，她跟我吐槽她这几年的相亲经历嘛，啊真的也是没谁了啊。她说呢，这几年她相了不下几十个男生了，要么呢就是人选不合适啊，我看不上他，他也看不上我啊，还有呢有的人还给他介绍离异带娃的，他觉得呀一结婚就有个娃了哈，这也太离谱了。要不呢就是相处方式啊很另类，根本接受不了。总之呢没有什么正常人啊。我让他举几个例子给我啊，我给他分析分析。结果他说呢比如说有一次哈，有一个男生呢第一次见面啊都已经走到跟前了哈，还拿着个手机各种在那儿对比哈。最后呢我都已经把他认出来了，他还没把我认出来。然后人家还来了一句，哎，你这个照片是 P 过的吧？都没敢跟你打招呼啊，我怕叫错人了哈。我这一听啊，这话真的是多让人下头啊。还有一次啊，有一个男生出来见面连杯奶茶都舍不得买呀，还别说请我吃饭了，就让我直接去公园里找他。见到人了之后他呢就带着我在公园里快走了好多圈。他说呢这是顺便锻炼个身体。哎呀，我当时就在想你这是到公园锻炼身体顺便相个亲吧。哼，当时我还穿了一个几厘米的小高跟鞋我就连走带跑的跟他走了好几圈气喘吁吁的呀，顺带着聊了一下彼此的情况。你说这情景是不是跟周星驰的电影情节都差不多了呀？当时没把我给累死了，回家发现脚都肿了。后来呢还有一位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嘛，我就觉得不太合适也不太喜欢我就说我们不接触了吧。结果呢没有过2天这个男的就把这2个月所有的花销都记在账上了让我跟他 AA 分账。还有他送我的礼物一定要还给他。我当时真的有点气都不打一处来了，这还算不算个男人有没有点气度难怪他脱不了单呢，找不到女朋友呢，这不是活该单身吗？那我就问他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自己也单到了现在吗？你找过自己的问题吗？我就跟他说其实这几个男生的表现也并不奇葩，你不觉得你自己也有些问题吗？首先你说你把你那个照片都 P 成那样了，人家认不出来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吗？因为他是个直男嘛，所以自然就脱口而出了嘛。其实这样的男生他也没有什么心眼人应该是不错的，就这一句话你都不会选他了，对吧？第二个男生呢，之所以他很随意的跟你去见面是有他的问题，但是你也应该事先问好到底是到哪儿约会具体咱们是什么形式等等嘛。你都30多岁的人了如果你知道是去公园，你为啥要穿个高跟鞋呢？这个你也不能全怪对方的，对吗？这个基本常识嘛，好不好？第三个男生呢，我觉得虽然他有点过激了，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要想一想一个30多岁的男人应该没少相亲的，他们男人这个恋爱成本确实挺高的，现在最后他越往后相亲他越不想花了，不成的话大笔的钱他肯定是要想要回来的呀，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所以呢也是能理解的。但是你的问题就是你都理解不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
咱们真的还是要多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的。大家说对吗？你知道现在的男生啊都是怎么筛选女生的吗？他们啊有以下几个原则哈，男生们也看一看是不是符合你们心中所想的。第一点哈，相亲前啊就各种打听你们家房子多大哈，在什么位置，有没有贷款，车子呢是多贵的啊，是什么档次的，这种就冲着物质来的啊，直接就不用见了。第二呢，相亲认识的女生啊，加了微信不回信息的，就视为没看上，可以立马删除了。如果大半天才回你的，就可以不用搭理他了啊，直接 pass。第三呢，加了微信聊天回复总是啊哦呵呵这种的哈，也可以直接不用聊了。第四种啊，加了微信聊天也比较积极，但是呢总是找各种借口约不出来见面的，这种啊可以视为被养鱼了啊，做备胎了，这种也可以马上放弃的。第五呢，微信回复啊也积极聊天，但是啊出来约个会啊，完全是男生在买单付出啊，人家就是摆出一副你得跪舔我的样子哈，这种公主病的还是下一位吧啊，伺候不了的。第六呢，出来见面好几次了哈，手都不让你碰一碰的，明显就是不喜欢你，勉强跟你啊在一起试试而已，估计再接触啊迟早也是没戏的，放弃吧啊。第七呢，加了微信主动打招呼，积极回应，能够约出来见面，能主动互动的哈，偶尔呢还会买个单，送你个小礼物，不跟你作，不跟你闹啊，也不跟你要转账，性格比较随和。约会几次之后呢，可以接受牵手拥抱哈。约会1个月以后，男生如果表白就同意做女朋友的，那这个呢才是他们想要的女生。所以现在的男生说嘛，相亲女生不用追啊，如果要追就高效一点哈，行就行，不行啊就下一个。女生不是追来的，女生是选择来的。如果说一个女生不愿意做你的女朋友啊，那你怎么追怎么舔啊，都是在浪费时间。如果你想等到一个心动的女生出现了你再追啊，因为你觉得男人嘛啊，不能做这种广撒网的事儿哈，太渣了，应该专心一点追一个女生就行。你看看哈，这个就是你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了。专一，它不是让你在找女朋友的时候啊，是你找到了女朋友之后一心一意对人家，这个时候呢才需要你去专一的。你现在连个女朋友都还没有呢，你专一个鬼呀你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我想再次奉劝大家哈，谈恋爱啊，你一定要速战速决，特别是相亲认识的人。为什么呢？谈得越久越容易分手。如果两个人已经结婚了，真的不同，双方容易冷静下来嘛啊，大家再去解决问题。而没有结婚的人呢，一般都是从此错过。今天有个姑娘跟我说啊，她感觉啊跟男朋友快分手了哈，该怎么办啊？都谈了5个多月了啊。我就问她，那你们推进到哪一步了呀？她说自己属于比较慢热的女孩啊，如果没有什么感觉呢，就不想确定关系，也什么都不想做哈，先处着看呗。而且自己家里的教育呢，也是属于比较传统保守的，所以呢，谈恋爱她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并且呢，自己也是拒绝婚前性行为的。所以到现在他们的约会呢，只局限于在一起玩哈，看看电影，吃个饭，或者呢去运动运动，最多呢有个拥抱哈，连接吻啊，她都是比较抗拒的。那我就问他了哈，男生有没有带你见过他的好哥们好兄弟，或者提出来见过家长啊？他说朋友倒是见过几个哈，见家长呢提是提过的，但是自己拒绝了，那时候觉得还没啥感觉啊，不太确定，所以就没去。就这样哈，5个月了还没确定关系。男生之前呢跟他表白过一次啊，他跟男生说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后来呢男生就再没有提过这事儿了。但是当这个女孩自己已经开始逐渐接纳这个男生，也有些喜欢他了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却已经越来越冷淡了。那我就跟他说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真的是要分手了，除非你现在主动去找他，改变一下你的相处方式啊，或者呢是你跟他聊一聊，试一试，还可以自己跟他表白一下。结果他说啊，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么直白和主动。我说那你如果还希望他跟以前那样啊，以你为中心啊，可能不太容易了，因为每个人的付出和耐心都是有限的。你内心是喜欢他的，但是呢，你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呢，都是在拒绝他。那么对方只会认定你是不喜欢他的，他会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你仍然不喜欢他，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付出时间和精力呢？所以谈恋爱一定要速战速决哈，除非你不想结婚，否则呢，谈到3到6个月就可以推进结婚的事了。女生不要那么慢热了
啊，非得等到有了感觉才行。男生呢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的啊，我告诉你，但凡半年1年谈下来，你们2个的约会还停留在吃饭、看电影、聊天啊，双方家里人、朋友都没有深入的接触过、了解过啊，也没有谈婚论嫁的事儿啊，也没有具体商量过什么细节，那你这个路子真的是走歪了啊！就这么谈下去啊，别说谈个半年1年的，就再给你2年3年的时间，都是在浪费时间。大家觉得是不是呢？你脑子进水了？你咋知道呢？妈呀，90年的女生啊，就说自己不想结婚了，急得她妈妈一个劲儿的求我帮帮她女儿。今天一位家长带着女儿来找我，一看这位母亲就很焦虑，她坐下来就一直在跟我说她女儿的情况。90年的，之前也谈过恋爱没成功，后来就来相亲，家里亲戚朋友给介绍了不少，就是没有相成的，要么就是他看不上人家，要么就是人家看不上他。后来呢还勉强的接触了一个，他还是说没啥感觉，也不想再继续接触下去了。哎呀，这不实在没辙了吗？才想着带他来这看看。结果呀，他女儿不太给母亲面子他说了一番话我也是很无语了他说我其实已经不太想考虑结婚这件事情了。过完生日我都34岁了，老家说的话虚岁都35了，目前工作还辞了，我还要重新找工作，我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去找对象谈恋爱。再说了，我这把年龄了我也知道自己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的，目前最有可能的顶多是自己要个孩子。可是就我现在也算高龄产妇了吧，之前我也想过要嫁人，我做到了会持家、会照顾人、会包容理解和同理心，我也不物质，对他也很好，但是我还是被分手了。我一直在努力的工作就想证明给那个人看看我不比别人差，但是呢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很多，因为我会自我怀疑，我甚至疯狂的打压过我自己，我会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差劲，为什么就是不能变得很好。而且我经常会在心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无论你多么努力都不一定会被人认可。我做到了那么多，不管你多么会持家，多么贤惠懂事，你都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会被认定你是个失败的人，是一个没有追求的人。也许我真的很差劲，我知道我也没做错什么，可能他的离开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他不再需要我了吧。现在的这个社会对一个人的价值的评价，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你到底能赚多少钱。我现在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我就想做我自己了，我就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自己。我喜欢睡懒觉我就睡懒觉，我不想做饭我就不做饭，我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我现在只想做个心安理得的废物不行吗？没什么不好我跟他妈妈听完了他这番话我们都沉默了。其实我还是有点能理解他的，你们说对吗？最近有个女生她去参加了一个高端单身聚会局在饭局上呢认识了一个坐在旁边的男士，2个人呢聊得很开心，互相敬酒，喝着喝着呢，这个女生就有点喝多了。到了大家快散场的时候呢，男士看到这个姑娘微醺的状态就提出来送她回家。女孩这会儿呢半醉半醒的就答应了。于是呢男士就叫了辆车带着姑娘离开了。这一上车女孩就倒在后座上没说几句话就睡过去了。问她住哪儿呢也没说叫也叫不醒。男士这下心情就有点复杂了不知该怎么做比较好，想想也不知道她住哪儿，大晚上的也不能就在车里等着，说哪儿去都不合适。于是呢他就自作主张了让司机呢把车开到了自己家的楼下。在车里呢等了2个多小时，这时候女孩突然就有动静了原来是要吐于是呢男士就扶她下车女生呢吐完了之后呢就有点清醒了，发现这里是个很陌生的地方，也不是她家，就问男士这是哪儿。男士说因为他刚才睡过去了不知道该去哪儿了，就把他拉到自己家楼下了。目前呢是半夜快1点了。于是呢男士就问姑娘住得远不远。姑娘说家住得挺远的，有点一脸茫然的表情。于是呢男士就跟她说，要不就上我家凑合一晚得了你睡卧室我住客厅。女生听着呢也挺合理的，就点了点头同意了。于是2人呢就上了楼。女生洗漱完了之后呢就在男生的卧室呢睡下了，男生呢也在客厅躺下了。可是后面问题就来了他俩各自睡了2个多小时之后
男生啊在客厅越睡越冷，然后就开始敲卧室的门哈，让女生给他开门哈。女生啊死活就不开，这俩人啊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哈，就争执起来了。男士呢说自己睡客厅太冷了啊，想拿床被子出来，女生呢就死活就不开门啊，说男生想要耍流氓。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处理的不好呢？